准备去室外园区放松心情的艾女士，看着在自己身后的跟屁虫，直接准备给他一拳。辉宝还不服气，试图跳到妈妈身上反击妈妈，不料又被妈妈一拳干死。紧接着又来了一记组合拳，被打后的辉宝吓得不敢再靠近妈妈，而这一切都被待在小树上的瑞宝看见了，好像在说：“妈妈打了妹妹，就不能再打我了。”被打后的辉宝试图爬到小树上去寻求姐妹，但瑞宝似乎在用眼神警告辉宝，让他不要靠近自己。辉宝读懂姐姐提示后，便灰溜溜的从小树上滑了下来。等辉宝再次走到妈妈面前时，没想到直接被妈妈给叼起来了。下一秒，试图挣脱妈妈抱揍的辉宝，不小心从小木架上掉下来。挨揍后的辉宝手脚都变得没那般灵。一会儿，我们的灰雷达扫描到了妈妈，跟着妈妈去往了通往室外的通道门口。辉宝在妈妈身旁腻歪着，不断对妈妈撒娇，想让妈妈带自己一起出去。艾宝看到辉宝来找自己，艾女士先是给辉宝一顿爱的抚摸，随后便上演了调虎离山计。只见艾宝假装骗辉宝往内场走，等辉宝不注意时，又另一骗夺回来。而辉宝反应过来时，艾宝则早已经出门。辉宝靠自己的小，终究还是赶不上妈妈。跑到门口后的辉宝试图用小手扒拉开房门。辉宝现在的样子简直是遗传到了乐宝的精髓，因为此时的乐宝也正趴在奶爸的门口。只见乐宝在门口来回转圈，还时不时的趴在门口往外张望，好像在喊奶爸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家。眼看通道门里始终没有动静，乐宝只好转身离开。和辉宝一样，都没有得偿所愿，活脱宝家的两个江爷爷看到正沉浸在睡梦中的辉宝，知道这是叫辉宝下树的好时机。还在做着美梦的辉宝感受到了爷爷的摸头杀，而此时的辉宝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就这样被爷爷半推着下了树。直到爷爷将自己抱起，辉宝才慢慢的苏醒过来，挠了挠自己的头，好像在说：“刚刚不是在做梦吗？怎么真的被爷爷给抱下来了？”不愿接受现实的辉宝便开始在江爷爷脚下打滚，无奈的江爷爷只好拿起对讲机呼叫着宋爷爷。不一会儿，就见宋爷爷拿来了盆奶，我们的辉宝只好乖乖的被爷爷抱着去喝盆奶。而此时，我们的瑞公主也被盆奶吸引了过来。江爷爷跟宋爷爷看到姐妹俩安静喝奶的样子，露出一脸的慈祥，而眼里则藏着对两个宝贝孙女那满满的爱意。喝完盆奶后的瑞宝抱住了江爷爷的腿，想让爷爷陪自己玩会儿。江爷爷读懂瑞宝的意思后，便对瑞宝来了一顿爱的抚摸。随后江爷爷想起自己还有工作，不得不放开瑞宝的爪子。而此时趴在滑梯上的辉宝等待着姐姐的到来。刚走到小木架上的瑞宝一不小心掉了下去，趴在滑梯上的辉宝像是在询问着姐姐有没有事，甚至在姐姐爬上来的时候伸出来自己的小爪子，试图扶着姐姐上来。看着姐妹俩的互动，依依也是一整个爱住了。不一会儿，到了该回家的时间，宋爷爷走了过来，告诉姐妹俩快要回家了。看到江爷爷跟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姐妹俩也是很乖的从滑梯上下来，抱着辉宝的江爷爷把辉宝放进门口，接着便走了出来。而想让辉宝回家哪有这么容易？只见江爷爷刚走，我们的光绪同志又偷着跑出来了。看到爷爷堵住门，辉宝只好趁爷爷不注意，一个箭步溜出来，甚至还表演上了前滚翻。江爷爷看到后，只好将其一把抱了起来，连拖带拽的把他放回了家。今天辉宝的体重已经整整领先瑞宝10斤。其实早在瑞宝小时候，江爷爷就预知了瑞宝会比辉宝轻。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讲到，瑞宝喜欢少食多餐，瑞宝这饮食规律妥妥益寿食谱。 그러니까 한 번 젖을 먹을 때 충분히 먹지 않고 자꾸 달라고 찡얼거리고 조금씩 먹고 후이바오 같은 경우는 한 번 먹을 때 충분히 먹고 잘 참지. 而当爷爷的往往更喜欢辉宝这样的性格，辉宝这吃完就睡的作息也造就了他明显的体质。虽然咱辉宝现在略胖一点，不过辉宝这白白胖胖的大外孙更招人稀罕，也更省事儿。而饲养员们还曾为了避免姐妹俩体重悬殊太大，怕以后瑞宝会经常挨辉宝的欺负，还曾特意为辉宝减少奶粉的用量。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方法根本没用。辉宝在爷爷这里失去的奶粉，都从妈妈那里补了回来，甚至反而让辉宝吃的更多了。不过现在辉宝虽然比瑞宝重，但是并不会欺负姐姐，因为姐妹俩要欺负的目标是宋爷爷。而江爷爷这周还重新整理了一下瑞宝和辉宝的小花园。自福宝走后，江爷爷终于重新拾起了自己搁置已久的园林造景专业，又开始在园区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了。 而宋爷爷和江爷爷经过讨论，打算给乐宝园区也种上新的小花，防止瑞宝和辉宝园区里的小花生长不起来。而给乐宝园区也种上，等乐宝园区长好了，就可以把花种到瑞宝和辉宝园区了。
想来乐宝之前的园区就是用来给福宝种花用的，现在轮到瑞宝和辉宝了。而乐宝已经为宝家牺牲这么多了，再给瑞宝、辉宝牺牲一下也没什么的吧？两个爷爷总会对瑞宝和辉宝无能为力时求助于爱宝。今天爱宝和瑞宝都出门营业了，但辉宝却迟迟不出来，宋爷爷便求助上爱宝了。爱宝，후이 좀 빨리 불러줘. 후이야, 나와서 놀아라. 후이야, 하고 불러 빨리. 爷爷的声音都颤抖了，但下一秒爷爷又担心上了爱宝的屁股。 너무 샬트 끝에 바짝 앉은 거 아니야? 엉덩이가 넘치는데 아이마오? 爱宝表示奶爸讨厌，分明就是在嫌弃自己胖。这下宋爷爷只好自己去叫辉宝了。宋爷爷在通道门口不断呼喊着辉宝，终于给辉宝喊了出来。相同的事情在福宝小时候也发生过，比如福宝在室外玩嗨了，不想回家时，爷爷就会求助爱宝。 아이바오, 후바오가 내려올 생각이 없어. 어이, 이뻐라. 不过爷爷当时总会被爱宝的美貌吸引走，常常忘记自己要干嘛来着。 이뻐, 이뻐, 아이바오. 너무 이뻐. 이쁜 거 알아? 但当福宝独立后，回家问题变成了难题。想必这也是以后瑞宝和辉宝的难题。就比如天都黑了，福宝都没有想从树上下来的意思，而爷爷因为担心福宝的安全，根本不敢下班，更别提回家了。而且自己一把年纪了，更别提爬上去抱福宝下来了。江爷爷能爬上去，但应该会和福宝一样，俩都下不来了，只能在树下不断呼喊着福宝，让福宝可怜可怜自己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在爷爷这里，爱宝就是两个爷爷的避风港。孩子犯了错事儿找爱宝，自己搞不定孩子时也找爱宝，就连乐宝挑食时，爷爷们还要告诉爱宝。爱宝这些年来默默承受的也挺多的，而爷爷们对于爱宝的照顾，除了言语上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行动上。当爱宝2次怀孕时，爷爷们都是饭来张口的伺候着爱宝。除了这些，爷爷们害怕爱宝没有食欲，还会为爱宝找来各种各样的竹子，让爱宝开胃。而且早在夏天时，爷爷们便为爱宝储存好了竹笋。因为韩国气候的特殊原因，如果冬天想吃到竹笋，只能在夏天时进行低温存储。宝家的爱都是相互理解、相互付出的。辉宝要趁妈妈出来之前给妈妈的胡萝卜吃掉。今天下午，爷爷给爱宝放置完竹子后便离开了，而辉宝这时从竹子堆里找出了妈妈的胡萝卜。辉宝抱着妈妈的胡萝卜，卖力的啃咬着。不过，辉宝现在的小牙根本奈何不了胡萝卜，但辉宝通过舌头能够感受到胡萝卜是甜的，便不想将其放开。辉宝抱着胡萝卜啃来啃去，对其爱不释手。在辉宝不懈的努力下，还真给胡萝卜啃下来一小块。看样子再过不久，爱宝的小零食就会经常出现失窃的现象，到时姐妹俩轮番偷吃妈妈的小零食。等晚上，爱宝就会质问奶爸，为什么今天的小零食少了这么多。很快，爱宝从室外园区回来了，此时瑞宝还一无所知。爱宝走上前，一把给胡萝卜从辉宝手里抢了过来。爱宝心想，自己再晚点来，胡萝卜都快被啃完了。一会儿下班点到了，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此时瑞宝正在小亭子上睡觉，爷爷给瑞宝转了个身，让瑞宝面朝姨姨们，让姨姨们看看瑞宝这可爱的模样。爷爷捂着瑞宝的小眼睛，对瑞宝说：“猜猜我是谁？”瑞宝一猜就是宋爷爷，因为江爷爷成熟一点。宋爷爷拿开手后，伸了个懒腰，这娇滴滴的模样简直要萌化游客们了。过了一会儿，瑞宝醒后，宋爷爷给瑞宝抱在了怀里。瑞宝这个样子，真的跟一个小孩没有什么区别，可可爱爱的。宋爷爷抱着瑞宝来到独木桥前，然后坐在了独木桥上，跟游客们打招呼。爷爷让瑞宝跟姨姨们说自己要下班了，跟姨姨们说再见。瑞宝跟爷爷撒娇，想快点回去。跟游客告别完后，爷爷抱着瑞宝离开。路过辉宝时，辉宝看着眼前这甜甜的爷孙俩，心生醋意，比妈妈刚才抢了自己胡萝卜还难受。此时，瑞宝和辉宝都在攀爬小亭子，瑞宝想往上走，辉宝想往下走，但小爬梯只有一个，辉宝选择走，和辉宝同时钻进了滑梯缝里。姐妹俩努力攀爬着，此时半个身子都在滑梯缝里的瑞宝用尽了全身力气，想从滑梯缝里爬出去，但瑞宝越用力越往下掉，而辉宝这里则是一直倒立着，同样的，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姐妹俩此时的这个姿势，放在整个熊猫界也是相当炸裂的。辉宝整个身子都钻了下去，唯独剩下双脚还在爬梯上。下一秒，辉宝一侧身，刚好压在瑞宝的小脚上。这下好了，瑞宝想出去更难了。经过姐妹俩几番折腾，姐妹俩回过神来，发现彼此居然还在原地。而在上午时，园区里还是一番温馨且治愈的画面。爱宝吃着竹子，瑞宝和辉宝自顾自地在小亭子上玩耍着，一副有爱且和谐的画面。
像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般。一会儿，等下班点到了时，宋爷爷来到了园区接姐妹俩下班。辉宝抱着爷爷的胳膊撒起了娇，跟爷爷卖弄着自己的可爱。平时园区的小霸王在爷爷身边也成了娇滴滴的小公主，而一旁的瑞宝表示根本没眼看，独自抱着眼前的大木头啃咬着，嘴上还喃喃道：“我才不生气呢，我一点醋也没吃，我都7个多月大了，不再是小熊猫了，才不需要爷爷陪呢。”瑞宝一边说，一边向爷爷走去，表示自己也想要爷爷抱抱，嘴上很强硬，身体很诚实。宋爷爷将姐妹俩一起抱在怀里，骄傲地举起姐妹俩，跟姨姨们展示了一番，然后给姐妹俩带回了家。姨姨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来到了园区。此时福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筋，大根的竹子，福宝有点不知如何下口。福宝将手上的另外一根先放下，结果却一不小心掉了下去，还给福宝吓了一跳。爱宝忍受数月的情绪，终于在今天发泄出来了。爱宝今天叼着辉宝，先是来到了小滑梯，然后叼着辉宝来了一个空中360度熊体旋转，最后因为嘴上没咬住，给辉宝掉了下来。爱宝索性一巴掌给辉宝拍了出去，嘴中默念：“去你的吧！”但这还没完，爱宝走上前，紧接着第二次将辉宝叼起，将辉宝叼在空中，又来了一个360度空中摇晃。爱宝的这一操作直接给瑞宝看愣了。瑞宝心想：妹妹没事吧？就在瑞宝心疼妹妹时，爱宝来到小木床上，看到小木床上还有一个，接着对着瑞宝又来了一巴掌，并说道：“你也滚！”之后，爱宝潇洒离去，而瑞宝和辉宝并没有事儿。辉宝去到了草丛里躲起来，而瑞宝则在追问妈妈为什么生气，而福宝则在室外开心的玩雪，表示就这样揍他俩丫的，自己小时候挨过的揍，他们也不能少。而乐宝这里更是淡定，悠然自得吃着竹子，既不用带娃，也不用奶孩子，小肚子吃得圆鼓鼓的。就是瑞宝和辉宝挨揍后仍是不消停，姐妹俩自己又在小亭子上打了起来。刚才爱宝的目的可能不是单纯为了揍这姐妹俩，而是在教姐妹俩功夫。而看姐妹俩的这番打斗，确实比之前有了点技术含量。这天，圣希阿姨和宋爷爷分别拿着大竹笋和胡萝卜来到园区，不过吸引瑞宝的并不是竹笋和胡萝卜，而是圣希阿姨手里的相机。瑞宝好奇地凑近圣希阿姨手中的相机，张着大口就想对其来上一口，想尝尝圣希阿姨相机的味道。圣希阿姨立马抬头看了一眼宋爷爷，心想这可不能被宋爷爷看见，不然自己要挨批评了。瑞宝尝了一口相机的味道后，便对其失去了好奇，因为他根本没有竹笋好吃。转身走到圣希阿姨身旁，吃起了圣希阿姨手里的竹笋。瑞宝这聪明且可爱的模样，让圣希阿姨在拿着相机记录瑞宝的同时，还忍不住地将瑞宝搂进怀里。这温馨治愈的画面让姨姨看了忍不住地发出耶啵耶啵的声音，而瑞宝这可爱的模样更是差点让圣希阿姨忘了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宋爷爷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了。自从来到园区后，就一直举着手机对着辉宝拍个不停。不过辉宝这边些许有些不给宋爷爷面子，一直是屁股对着爷爷，而宋爷爷的表情此时有些惆怅，不知是不是在思考一会儿如何从树上给辉宝摘下来。直到宋爷爷胳膊举酸了，才想起自己是来干嘛的。宋爷爷走回房间，给姐妹俩去拿盆盆奶。宋爷爷拿来盆盆奶后，先是记录了一下姐妹俩今天盆盆奶的区别，因为辉宝体重领先瑞宝太多，所以宋爷爷今天给辉宝的盆盆奶减了量。记录好盆盆奶的宋爷爷先是走到瑞宝这边，只见宋爷爷细心地把竹子包好，并放到了瑞宝身边，随后便让圣希阿姨来带瑞宝去喝盆盆奶，自己则接下了抱辉宝下树的重任。果然不出宋爷爷所料，待在小树上的辉宝怎么能轻易下来呢？辉宝见宋爷爷过来，便做出了战斗姿势。不管宋爷爷怎么做，辉宝依旧是待在小树上不下来。傲娇的辉宝与爷爷对视着，好像在说：“爷爷，昨天你爬我的树，我在下面守半天也不见你下来，今天我也不下去，看你怎么办。”见辉宝不肯下水，这结果宋爷爷也是预料到的。无奈的宋爷爷只好先去看瑞宝喝盆盆奶的情况。宋爷爷看到圣希阿姨已经喂完瑞宝，便忍不住跟姨母吐槽起来，让辉宝下树实在是太难了。于是宋爷爷便开始在瑞宝这里找寻情绪价值。此时的瑞宝看着辉宝的盆盆奶，一心想要再吃2口，根本不想回家。而圣希阿姨这里不管怎么抱都抱不起来，瑞宝此刻的身子软的就像水一样，而宋爷爷就在旁边哈哈大笑。不过等圣希阿姨抱着瑞宝离开后，宋爷爷看了一眼此刻还在树上的辉宝，瞬间就笑不出来。正在享用竹笋的辉宝突然看到宋爷爷来接自己回家，
便立马起身，看完的辉宝打算逃到小树上来准备回家。要知道，辉宝一上树便是活命，而正在放竹子的宋爷爷一眼就看穿了辉宝的下一个动作，紧接着快步走到小树旁。辉宝看到爷爷在引导自己爬到小树上，天真的辉宝殊不知已经进入了爷爷的圈套。爬到一半的辉宝被宋爷爷抱了下来，就知道爷爷不会轻易让其爬上去的，只是想挑逗辉宝。而辉宝则正中爷爷的小心思。辉宝开始了第3次尝试，没想到这次却被爷爷放到了滑梯上。辉宝展示了自己不服输的一面，趁爷爷不注意，表演了一个滑铲，快步跑到小树旁。只是辉宝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次自己被爷爷丢到了千里之外，就连宋爷爷这大长腿走过去都需要一段。而我们的光君则主打一个反骨，不让去的地方一定要去，便跟宋爷爷开启了极限拉扯。不管爷爷把他放到哪，我们的光君总是能屁颠屁颠的跑回来。别看他是小短腿，跑起来是一点也不慢的。爷爷1秒钟迈1步，辉宝就迈2步，目标准确，速度跟上，可谓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宋爷爷被辉宝的执着所征服，但有了之前辉宝待在树上不愿下树的经验，使得宋爷爷也不敢过于放任辉宝。陪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宋爷爷打算先把辉宝带回家，而将要被带回家的辉宝试图挣扎。宋爷爷眼疾手快，反手就捉住了想要逃跑，而被捉住的辉宝等被抱到通道门口时，都还在思考自己究竟是哪一个辉宝。放下辉宝后，宋爷爷来抱瑞宝。宋3岁想让瑞宝和辉宝一样，陪自己玩一会儿你跑我追的游戏。谁知瑞宝的随性打败了宋爷爷的天真，瑞宝主打一个自己被放在哪就在哪趴着。宋爷爷完全被瑞宝的佛系所征服。而此时通道门口里传来了辉宝的声音：姐姐，你这样会显得我很干。到看到这段视频，我才明白江爷爷说爱宝是个多样性的妈妈是什么意思。 스타일이 굉장히 다양해요, 아이바오는. 자상하기도 하고, 되게 엄격하기도 하고. 진짜? 네. 小时候，爱宝曾照顾福宝，累到背部受伤。 아기를 돌보는 거예요. 네, 그러다 보니까 등 쪽에 약간 그 염증이, 왜 사람들도 고정된 자세로 있으면 욕창이 계속 생기고 이러고 그런 있었구나. 것처럼 이제 등에 염증이 생겼는데 이게 잘 치료가 안 되더라고요. 근데 중요한 건 그 상황에서도 아기를 내려놓지 않고 계속 얼마나 아팠겠어. 这时的爱宝对福宝简直不要太慈爱，而在有时对于福宝的教育则是说一不二。例如，福宝小时候，爱宝在吃饭时，福宝过来捣乱，也想尝尝竹子，爱宝就会推开福宝，让福宝走开。江爷爷解释道，爱宝这是在告诉福宝，竹子不是你吃的。不过主持人不信，反问道： 아니 네가 먹을 게 아니다야 아니면 내 거야야 솔직히. 같이 있는 거죠. 안 먹죠? 지금 먹을 때는 아니죠. 但福宝的好奇心可不是爱宝一下就能管过来的。福宝被爱宝反复拉走，让其离竹子远点。一会儿，福宝总算明白了妈妈不想让自己碰竹子的意思。福宝注意力便又转向试图自己出去玩耍。爱宝这时眼神一转，发现了正在调皮的福宝，便走过去警告福宝。福宝看到妈妈来了，吓得连连后退，但这并不会得到爱宝的原谅。爱宝再一次的给福宝拖走。这时的爱宝就是严厉的。爱宝这反复如此的几乎和人类没什么区别，直到爱宝最后累到坐在地上喘粗气。而在饲养员们给通道门打开时，爱宝也不会让福宝立马出去，则是让福宝在原地乖乖等着，自己先出去看看。当爱宝发现福宝出来后，则会给福宝再拖回去，警告福宝不要再出去。爱宝的行为准则就是自己先去探路，确认安全了才会让福宝出去。当爱宝来到室外检查一圈，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后，便会回到房间，将福宝带出来，感受着新的领地。爱宝这该温柔的时候温柔，该严厉的时候严厉。或许这就是江爷爷想表达的，爱宝是个多样性的母亲。如果宋爷爷看到圣熙阿姨这般轻松就拿捏了辉宝，肯定会费解自己与辉宝之间的感情。就连自己上树都摘不下来的熊，圣熙阿姨单凭一个眼神就让辉宝从树上爬了下来。下午，圣熙阿姨来给瑞宝、辉宝喂奶，因为辉宝此时正在树上。圣熙阿姨没有宋爷爷那般激进，选择了先喂食瑞宝，而辉宝则选择了等会儿再说。但辉宝这里看到圣熙阿姨只跟姐姐玩，而没有和自己玩，吃醋了。辉宝眼看自己再不下去，圣熙阿姨都要被姐姐抢走了，于是便爬下去找圣熙阿姨。但此时瑞宝这里的盆盆奶已经吃完了，圣熙阿姨和瑞宝玩起了欲擒故纵，故意不理辉宝，无视辉宝和瑞宝。这下辉宝这里成了觉得是自己不听话，所以一下失去了圣熙阿姨对自己的喜欢，伤心的趴在了小木床上，反思着自己的错误。没一会儿，圣熙阿姨回到了园区，而此时刚吃完盆盆奶的瑞宝活力满满。瑞宝走到圣熙阿姨身边，圣熙阿姨顺势将瑞宝抱起，跟游客们说了个再见，抱着瑞宝便离开了。
而此时的辉宝想必心里已经难受到极点了。圣熙阿姨连续2次的无视自己，辉宝此时脸上都没有笑容了，垮着小脸，满是忧伤。当然，圣熙阿姨怎么会忍心真的不理辉宝？圣熙阿姨给瑞宝放下后，再次重回园区，并给辉宝拿来了新的盆盆奶。而经历了双重打击的辉宝哪敢再不听话？辉宝老老实实的走到盆盆奶前，乖乖的吃起了盆盆奶。以前都是看宝家如何拿捏饲养员的，今天也终于看到一次饲养员拿捏熊猫幼崽了。而圣熙阿姨的这波操作，简直可以成为教科书级别的收熊方式了。建议宋爷爷通宵观看学习。圣熙阿姨看辉宝的盆盆奶吃完了，抱起盆盆奶开始给辉宝擦嘴。江爷爷曾跟圣熙阿姨开玩笑道，圣熙阿姨给辉宝擦嘴时，像是在给其擦屁股。而辉宝在圣熙阿姨的陪伴下，也重新挂起了笑容。江爷爷今天来收熊，遇到了坐在地上卖萌的瑞宝。虽然江爷爷不再发布每周的节目了，但面对这么可爱的瑞宝，自己还是要拿出手机记录一下的。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自己。江爷爷跪在地上给瑞宝找着角度。江爷爷和宋爷爷的拍照方式大不相同，宋爷爷一向都是贴脸拍，屏幕里只能放下身体的一个部位，多一点都放不进去，甚至有时整个屏幕都是毛发，突然跳转到某一个画面时，都会分不清这究竟是哪一个部分。而江爷爷则是能用镜头清晰地表达出自己要阐述的内容，尽可能地展示更多的画面。辉宝这时看到爷爷一直坐着拍姐姐，辉宝好奇地凑上前，接着将爷爷的镜头便转给了辉宝。辉宝直接凑到爷爷身前，把姐姐挡住，让爷爷只拍自己。而江爷爷则不想只拍调皮的辉宝，反而更想拍懂事可爱的瑞宝。因为瑞宝这个样子，让江爷爷联想到了福宝，想起了当时自己陪着福宝坐在小滑梯上温馨玩耍的样子。而辉宝这里看到爷爷这么喜欢姐姐，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走上前对着姐姐就是邦邦2拳。江爷爷赶紧给辉宝抱开，辉宝看爷爷拉偏架更生气了，甚至都不想理爷爷了，自己爬到一旁生闷气。而瑞宝这里独自享受到了爷爷的陪伴，将爷爷抱起瑞宝，给瑞宝放回了家。等给瑞宝抱回去后，爷爷回来接辉宝，不过还没等接上辉宝，瑞宝就又溜了出来。而辉宝则用脚丫牢牢锁着爷爷的大脑，全身上下都透露出了不想回家的样子。将爷爷这次进入通道后，许久都没有出来，应该是直接给辉宝抱回了房间。而瑞宝这里都快爬到树顶了，好在江爷爷趁瑞宝在爬到树顶上时赶到了园区，立马给瑞宝抱了下来，然后抱着瑞宝来到了通道门口，跟游客们说了再见，然后便拉着瑞宝往家走。不过瑞宝和辉宝一样，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不想回去，爪子牢牢抠着草皮，都给抠出印子了。辉宝瞄准宋爷爷就冲了过去，想给爷爷来一个突然袭击。不过宋爷爷早就发现辉宝了，刚好手里有把竹子，宋爷爷顺势用竹子给辉宝挡住了。辉宝离宋爷爷的距离就差2寸，辉宝使尽全力，但辉宝就是够不着。由于辉宝太调皮，宋爷爷直接给辉宝挂到了树上，罚辉宝在树上罚站。这一下辉宝没办法了，一脸委屈的求爷爷放过自己。宋爷爷听到自己孙女的撒娇，根本抵挡不住，便给辉宝放了下来。而随着爱宝这几天连续在室外园区营业，爱宝对在室外园区的生活是越来越自在了。爱宝在小木床上吃饱后，便开始在园区散步。室外园区不仅空间大，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不过现在只是爱宝能出来玩，双胞胎还不能出来。晚上宋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此时辉宝正在树上卡住了，一时下不来了。于是宋爷爷便趁这个功夫赶紧收拾竹子，不然一会儿辉宝给自己挣脱出来，爷爷的工作量就变大了。不过辉宝灵活的身姿没过一会儿就给自己挣脱了出来，辉宝上来就抱住了爷爷的大腿，开始跟爷爷撒娇，想让爷爷拖着走。爷爷一抬脚，辉宝摔了个大跟头。宋爷爷赶紧趁这个功夫收拾几根竹子。现在姐妹俩的体重已经快接近40斤了，力气也越来越大，有时爷爷让其抱住后也无能为力，如果让姐妹俩应激了，还会不小心让其咬伤。而辉宝一直捣乱，于是便给辉宝挂到了树上，让其自己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辉宝被突然的挂在树上也蒙圈了，在树上一动不敢动。一会儿宋爷爷离开，爱宝走了进来。爱宝刚走进来就发现辉宝正在树上玩耍，爱宝显然不想让辉宝爬树，害怕辉宝摔伤，于是便打算给辉宝拽下来。辉宝犯的错只能由爱宝来收拾，别人都不舍得打。一会儿爱宝离开，辉宝又悄咪咪的爬了上去。辉宝真是人小鬼大。今天爱宝的生活又是悠闲的，早上爱宝带着姐妹俩上班后，爱宝坐在小亭子上开启自己的早餐生活，而喜欢守在妈妈身边的辉宝则也坐在小亭子上学着妈妈的样子吃着竹子。爱宝温馨的一天就此开启。
辉宝现在虽然对竹子开始感兴趣了，但想吞咽竹子还是比较困难的。现在竹子对辉宝来说就像是口香糖，只是咀嚼一下它的味道。一会儿，辉宝感觉吃竹子比较无聊，便去到了姐姐身旁，和姐姐玩起了小树。辉宝则调皮地爬到了竹子枫林上。辉宝体重比较轻，在上面摇摇晃晃的，给窗外的姨姨们担心坏了，害怕辉宝下一秒就会掉下来。不过辉宝在感觉到枫林不稳定后，便开始往小树上爬。辉宝的这顿操作被姨姨们直夸好聪明啊！辉宝爬到小树上后，姨姨们便也放心了。而且辉宝的小尾巴上黑色素越来越少，到了几乎没有的程度了。而这也可以作为分辨辉宝和瑞宝的一个细节。姨姨们以后看到尾巴尖尖上没有黑色的元素的，便可以认定其为辉宝。就在辉宝在小树上翻来覆去时，瑞宝这边则爬上了福宝姐姐的大树。瑞宝的核心力量真是越来越强了。等姨姨第二次回来时，爱宝吃竹子的位置换到了小木床上，而姐妹俩则在妈妈身后打闹玩耍着。有妈妈在身边，姐妹俩安全感满满，既像是在玩，又像是在休息。等依依第三次再来时，母女三个都已经睡着了。辉宝这睡觉的姿势简直和爱宝一模一样，简直就是缩小版的爱宝。而瑞宝则在小滑梯上睡觉，爱宝则睡在了小木床上。这次依依观看了瑞宝和辉宝5分钟睡觉的样子。依依今天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园区关门。依依第4次回来时，宋爷爷正在园区为爱宝打扫卫生，姐妹俩活力满满，在园区追逐着爷爷。而等晚上下班时，则是将爷爷和宋爷爷一起来到园区打扫卫生，两个爷爷一人扛着一捧竹子先离开。而瑞宝和辉宝此时正在小滑梯上玩耍，竹子放下后，两个爷爷重新回来收熊。宋爷爷陪姐妹俩在小滑梯上玩耍着，而江爷爷则趁这功夫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油菜花丛。等江爷爷忙碌完，江爷爷和宋爷爷便一人抱着一只熊回家了，同时示意姨姨们，今天瑞宝和辉宝的营业时间结束了。江爷爷一手拿俩奶盆给瑞宝和辉宝一起喂奶。今天宋爷爷在园区照顾福宝，而姐妹俩则由江爷爷自己来照顾。江爷爷自己给姐妹俩喂奶，不仅要维持姐妹俩吃饭的秩序，还要确保姐妹俩能乖乖吃完。姐妹俩吃着吃着，突然统一时间都停下了，这让江爷爷一脸懵。江爷爷左看看右看看，心想姐妹俩这是都吃撑了吗？姐妹俩只是一起稍作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埋头干饭。江爷爷蹲的腿都快麻了。江爷爷看到瑞宝先吃完，立马给瑞宝擦嘴。瑞宝表示自己不要擦嘴，自己还想舔舔留在嘴唇上的奶呢。瑞宝擦完嘴，看到辉宝碗里好像还有奶，探头想去帮妹妹分担一下，不过江爷爷手疾眼快，立马给瑞宝拉了回来，没使瑞宝得逞。给瑞宝擦完嘴，该轮到辉宝了。江爷爷3、2下就给辉宝嘴巴擦得干干净净。不过辉宝又趁机抱住了爷爷大腿。辉宝最近越来越喜欢抱大腿了，一旦被辉宝抱住的大腿，辉宝是不会主动放手的。给姐妹俩擦完嘴巴，江爷爷又给小木床上进行了收拾。辉宝则一直抱着爷爷大腿不松手，而瑞宝则在一旁发起了呆。本来一点点活，却被姐妹俩给爷爷整得忙忙碌碌的。江爷爷给姐妹俩推倒，给姐妹俩揉了揉小肚子，促进姐妹俩消化。在上午时，江爷爷为了让辉宝对吃竹子有更好的体验感，还将一根竹子竖直的插在了小亭子上，这样辉宝可以现吃现摘。小小的一颗竹子，但在辉宝这里宛如竹林。江爷爷感觉一根不够，又给辉宝送来一根，这一下更有氛围感了。一会儿辉宝和爱宝都吃完竹子了，辉宝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小木床上。辉宝在妈妈身后偷偷给小亭子上做着标记。辉宝满脑子都是鬼点子。而乐宝今天的状态也很好，今天还在园区的饮水盆里给自己洗了洗脚。乐宝又是爱干净的一天，宝家最爱干净的头衔依旧是非乐宝莫属。瑞宝今天爬上了福宝姐姐的大树，以后福宝不会再出现在园区了。而瑞宝这在树上的样子像是福宝的接班人，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熊猫出现在这棵树上，但不会再是福宝了。瑞宝在小树上仔细嗅着上面的气味，瑞宝微笑的小脸看上去很开心。不知福宝有没有在小树上留下写给妹妹的信件？如果有的话，福宝应该会说让2个妹妹照顾好妈妈，爷爷们也老了，不要太调皮。园区外如果有姨姨和自己挥手打招呼，记得要回应。福宝的叮嘱就像是远行前妈妈对自己孩子的叮嘱。而眼前这棵小树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和改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最开始时，这棵小树只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杈，后面爷爷们觉得小树太单调，于是将爷爷亲自挑了一棵大树，将其砍断，
然后在园区数名员工的努力下，将这棵大树搭在了福宝2棵小树之间，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木桥。不过独木桥有了，但福宝面对这独木桥有点不太敢走，而且如果一不小心还有掉下来的风险，所以福宝只敢躺在上面。江爷爷发现了福宝这一现象后，便给独木桥中间部分给其进行了加宽，这样缩短了福宝攀爬独木桥的距离，从而还可以让福宝爬到一半时休息一下。而有了这次改造后，福宝在独木桥上也变得大胆起来。就这样，福宝在这根独木桥上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直到瑞宝和辉宝长大，来到室外园区玩耍。爷爷们给福宝树上的独木桥拆了下来，放在了小木床与小亭子之间，这便是现在的模样。而现在，不光小树发生了变化，树上的熊也变了。树上的熊不会再是福宝了，以后上面的可能是辉宝，也可能瑞宝亦或是爱宝。瑞宝坐在树上这惬意的样子，看来瑞宝这是做好接任福宝姐姐做园区大姐的准备了。